好，我们今天开始创作一束新的小品啊。我们用到的毛笔还是这三种啊，一种是小楷的点景，勾建筑这个小船点景的，两支这个中楷的尖毫是画树山石用的，还有一支大一点的这个大白云一类的这个中楷，我们是让那个上清水用。我们先要把这个毛笔试一下啊。我们还先画这个山石，先画山石。先画起来。嗯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那个把毛笔涮干净，清水涮干净啊，然后调淡墨，也是用这个北尖的部分啊，我们稍微的调一下淡墨，然后在北尖的部分啊，稍微一点重墨，稍微填一点重墨。然后用那个我们准备好的这个湿笔纸，稍微的把水分吸一下，稍微吸一下。我们那个这个构图呢是右下角是一组这个山石，我们稍微的先勾中锋勾结构，勾山石的结构。我们山石的结构先勾出外的轮廓，外轮廓，然后一个大的结构，后边再处理一个小的结构，再勾里面一个结构，一个哎，再加一个结构在里面，稍微的寸一下，把我们那个石头的结构给加深一下，可以。现在那个山石的结构啊，基本上都勾出来。现在我们开始稍微的寸一下，还是调墨、调大墨，哎，重墨，稍微的用这个湿笔纸稍微吸一下水分。我们再侧锋，侧锋寸一下。我们这是这个山石的这个一个面儿，前面的一个面儿，这是左面的。我们要把这个结构分出来，山石的这个左右面啊要分出来。这是后面小的结构，我们也要稍微的处理一下。我们前面的山石啊是特别亮的时候，我们后面的山石可以处理的稍微暗一点，稍微的暗一点。
稍微的调一点。看北尖的部分啊，我们还是重墨，中间的部分就是淡墨啊。我们后面这一块可以用一下泼墨的形式。我们前面的山石稍微的再加一下，增加一下它山石的结构和层次啊。这样我们山石这是一个面儿，这是一个面儿，这是后面的，我们就交代的清楚了。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这样我们山石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要处理，这是一部分这个桃树的树林这一部分。还是清水淡墨啊，清水淡墨，调一下，稍微挑一下重的墨，在北尖的部分啊，不要整个那个毛笔都是这个特别重的墨，我们稍微的在北尖的部分稍微的调一点。来看一下啊，我们那个毛笔现在的墨色变化很明显啊。你可以，这是一棵主要的啊，这是一棵比较主要的桃树。先画主干，然后小枝，先出主干，然后再出下面的小枝。稍微洗一下水分。哎，这是上面的小的树枝。我们那个墨用完了，然后接着调一点，接着调。哎，北尖的部分还是一点的重墨，稍微的洗一下水分。这是后面的一组桃树。这再画一组。
我们画桃树的时候要注意它这个主枝稍微的粗一点，然后画上面的小枝呢稍微的小一点。我们画主干的时候啊，稍微的让它粗一点。调一点淡墨。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墨的变化啊，墨的变化。这个树丛呢，越往后面，我这个墨色呢要淡，越来越淡，它能把这个树的空间能拉开。都是近是实的，远是虚。我们国画讲的是近实远虚。墨呢也是啊，我们离我们近的最近的景物，离我们近的景物啊，它的墨色是比较重的。离我们远的呢，这个墨色就比较淡。是远处的这个桃树，我们把它画的墨色要淡。它自然的墨色淡了以后，它自然的这个树的关系啊，就是层次关系，自然就特别出来了就。然后看，这是随着我们那个毛笔中的这个墨呀，它越来越淡，我们就画的这个树啊是越来越远。就越来越远，自然呢，它就把这个树的这个层次啊、远近啊，就分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山那个山石的后面呢，也是比较淡的啊，它因为在这个山石的后面，我们要处理的树处理的比较淡一点。也稍微的树稍微的小一点，稍微的小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安排这个桃树丛中，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建筑啊，我们用小楷的勾线的笔就可以了啊。记得呀，我们要画建筑的时候啊，注意房屋的透视、透视关系、方向的问题啊，比例要正确，造型要画的不能差得太远。
有的画的特别，就是说关系啊画的不对，所以说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房子的透视关系。不是说画的还特别，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讲究的西画的透视的关系去讲究，也不用那么太严格，但是啊，不要说差的太多，让人感觉舒服就可以。我们要用稍微墨稍微淡一点，不要太重啊，也是要稍微淡一点。然后呢，中锋用笔，墨色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画建筑的时候啊，不要太湿，稍微的干一点。我们先画离我们最近的啊，这是一组。先画横线啊，先画房顶的横线啊，横的中锋用笔啊。然后画的时候啊，线条啊要稳，先画一个左面的结构，再画右面的。先画房顶，然后再画下面的山墙，让墙上的侧窗、后边的窗户，这是一个侧的一个房屋。再画一个这个再画一个，就是说往右边的，也是啊，先画我们上面的横线，侧边的房顶，先画房顶，然后再画上面的山墙，下面的窗户，一定要中锋用笔啊，一定要中锋用笔。也是先画上面的横线，看用墨啊，不是说特别湿的啊，稍微干一点。把房顶先处理清楚，然后再画下边的窗户、小窗户，然后门，这些画起来，这是一组这个建筑的。你可以在这个位置，稍微再画一组。先画上面的横线啊，再画下边侧的线。
然后把这个房顶啊，我们可以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。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我们可以稍微的用淡墨渲染房顶，然后我们上颜色的时候，这时候可以用墨青色，在淡墨的位置，我们可以上一点墨青的颜色，然后把这个代表这个房瓦。再用比较淡的墨啊，渲染一下。稍微的染一下，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中楷的画树的这个笔啊，我们要画这个房后面的这个桃树，稍微的让它淡一点。这个北间的时候，这个画后面的树的时候，不要再蘸那个重墨，我们就用淡墨，画后边的树就可以了。稍微的把这个多余的水分吸出来，我们可以画这个房后面的这个桃树。我们稍微的勾两笔，树后面的我们稍微的加2颗，要让这个我们勾的建筑呢，就是说掩映在这个桃林中。看我现在这个画这个后面的树的时候啊，就没有再蘸那个重墨，就是特别淡的墨，调特别淡的墨，我们画后面的小树。勾也是啊，这是勾前面的树是一样的，只是墨色稍微的淡一点。这后边也稍微的加一点，稍微加一点，特别淡的啊。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啊，我们上那个画特
特别淡的数的时候，我们上颜色也是比较淡的。随着这个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变。前面的这一组树，然后后面是画的水田。画水田的时候啊，也是啊，调的淡墨，不要用太重的墨啊，可以用稍微淡一点的墨。中锋，哎，把那个多余的水分，哎，我们吸一下，然后在这个桃树的后面啊，我们先画一组水田。中锋，中锋用笔，看那个它有个转折啊，一个转折，这是一组。我们稍微的画一点这个，把这个水田分成块儿，稍微的哎分一下块儿啊，都是这个特别淡的墨啊，特别淡的墨。特别淡的墨，远处呢可以稍微的栽上那2棵桃树，和前面的树啊有个呼应。然后我们在远处稍微的再加上水田。大家看呀，都是一直就是中锋用笔勾这个水田的时候，墨呢稍微的干一点，不要太湿，让它有个变化啊。有个变化，然后还是淡墨，稍微的勾一下这个水田。你画的时候不要太平均啊，就是说让它水田这个分块的时候啊，也是有大小。
错落的啊，错落有致的。也有小的啊，也有小的结构。远处呢，我们那个稍微的墨色稍微的也变得淡一点。因为我们画的这个整个这个弧面呢是比较宽的，我们远处的稍微的勾一下，不要那么明显。稍微的淡淡的勾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空白的位置啊，我们都留的这个湖面和船。我们用小楷的，要勾这个湖上面的小船。我们船的很多，就船的构造呀、船型很多，我们那个要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，画这个各种不同的船。这个岸边的啊，我们可以画一些，落了帆的船，就是说没有出去的船，也是啊，用这个小楷的调一些淡的墨。稍微的啊，浓墨稍微的也是不要太湿。先勾船篷，先勾船篷，然后外边的船舷，然后再画里面的船舱。船帮的我们要稍微的勾一下，然后这个帆，因为它这是在那个岸边的船，船帆呢是降下来的啊。再勾第二个，也是先勾上面的船篷，然后
船舷，再画这个船帆、桅杆，这是一组。还有这个打鱼用的小船，就是它没有那个船帆的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可以画一个，也是啊，一个乌篷船，比这个要小。这也是一种。它也是一种，就是打鱼的船，就不用走很远这种船。我们可以再画一些在这个湖面远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再画一些扬帆远航的船，也是啊，淡一点的墨。我们就是画这个点景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用那个很重的墨啊，都是稍微淡一点的墨。我们这个先画这个船帆，先画船帆。先画个船帆，然后再画下面的乌篷、船篷，再画船舷，可以画几组在一块儿的船。可以2个一组、3个一组的啊，可以2个一组、3个一组。这是一组，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的位置，也是先画那个船帆，再画下面的船篷。可以有1只的、2只的、3只的啊，让它有个变化，有个聚散的变化。我们到了远处呢，稍微的那墨要淡一点，比前面的这个船呢，这个墨色要淡。我们可以画远处的，越来越小啊，船越来越小。
墨呢也越来越淡，给人视觉上啊，就是说感觉着就是传特别远，越来越远，都是用这个墨色的变化来表现。我们可以再画一些船的倒影。画倒影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稍微的这墨稍微的调的重一点，然后侧锋，顺着我们这个下面那个船舷的位置啊，在这个船舷的位置给侧锋擦一下，这就是代表船的倒影。上颜色的时候也是，我们在这个倒影的部分，我们要用墨青渲染一下。这个远处的这个船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船帆的倒影要表现出来。稍微的晕染一下，看我们远处的啊，哎，这个船的倒影，船帆的倒影，稍微的长一点，稍微的长一点，这是船的倒影。我们近处的那个水田，我们也稍微的有点倒影。我们这个前面那个桃树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在那个树枝的部分啊，我们稍微的用淡墨，我们丰富一下啊。就是我们在那个树根的位置啊，就是树与树之间树根的位置，稍微的淡墨稍微点一下，稍微点一下。主要是丰富一下这个树干啊这种密度。然后我们上颜色的时候，这一块就是颜色比较暗的部分。它有一个在颜色上有个这个对比，稍微的点一点啊，点一点淡墨，不要点的太多。要把我们
要点那个点桃红的位置，我们要留出来。稍微的点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水田靠近水的部分啊，我们要用淡墨稍微的轻轻的擦一下。稍微的擦一下，润染一下。山石部分，我们稍微的也是用淡墨稍微的晕染一下，不要太多，墨不要太多啊，轻轻的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用这个中开的毛笔，稍微的在这个水田的位置啊，我们可以点一点小的苔点。小的苔点，不要太重，也是就和这个我们这个画的这个水田的墨线啊，接近，不要点的太黑，稍微的和这个墨线我们接近就可以，这样呢看着比较协调。稍微我们都可以点一下，这样呢我们这个水田看着比较丰富了就。好的，我们这个画完墨稿的同时啊，我们要让它干透啊，干透了以后，我们再上颜色。那我去把墨稿给它干一下啊。老师给大家再讲一下船的结构啊，给大家画大一点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卡纸啊，这个是需要这个画的船不需要很大的啊，所以说勾的比较小。我给那个大家做一个船的示范啊，小船是经常用到的啊，我们画船是经常用到的，画小品就是画小品呢，画这个大的作品啊，船用的比较多。江上的船、湖上的船、海里的船，它都是因为这个画面的不同，我们会画很多种。这个船的那个构造不一样，用处不一样。这个在画面中加的船呢，就感觉给画面是增饰的啊，增饰的，添些这个意趣啊。我们先画一种这个江上的船，江上的船啊，也是船篷啊，中锋用笔啊，先画船篷啊，先画船篷，然后船舷。
都是中分用笔啊，我们记着啊，都是中分用笔。对，画穿弦。然后这是桅杆的位置，桅杆的位置，缆绳啊，这是一种。对，再画一种那个啊，再画一种那个，就是江上的啊，有这个湖上、江上用的帆船啊，稍微大一点啊，也是先画船篷。船篷，然后先画后边的这一部分船舷，我们把船舱的位置要留出来啊，然后我们画船帆，画船帆，这是船帮，然后船舷。这要画，这是桅杆，画桅杆的时候一定要画直啊。这是船帆、缆绳，这是一种啊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是平底的啊，也用到的，就是平底的。我昨天画的小品里面就用到了一个啊，平底的这种船呢，也用的比较多。这就是在这个小河旁啊，就是小溪旁，哎，这是一种平底船。这几种船的画法。那我们后续呢？我们下面上这个颜色啊，我们要把这个需要分染的部分，就是水的部分啊，我们要用清水打湿，然后我们去晕染，要用清水，要打湿它。这样呢，我们晕染那个水面的时候啊，它这个颜色呀比较自然，它有个自然的过渡，由深到浅，有个过渡的颜色。因为我们是生宣啊，生宣，所以说上颜色的时候啊，需要这个分染的部分，我们稍微让它湿一下，用清水稍微的湿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湿了以后啊，要是水分比较多的话啊，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餐巾纸啊，哎，稍微的吸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稍微吸一下。我们就用我们的小楷，不是我们的那个中白云那种中楷偏毫的上颜色。这个前面的桃树啊，我们用曙红，这有曙红，对，这有曙红，曙红和这个白色，我们调一个
稍微的粉一点的啊，这是曙红，这是白色啊，我们稍微的调一点，调一点粉的颜色。哎，稍微的粉一点颜色，我们点在我们画的桃树这个小枝的部分啊，小枝的部分。哎，小枝的部分。就用这个曙红，看曙红或白色，稍微的调一下，调出这种比较粉的啊。我们点在这个树枝、小树枝的就是小桃枝的部分啊。要根据我们那个树形，我们去点。我们根据树形去点。玫瑰红，这个玫瑰红有点重，它的颜色比较重，最好是用这个曙红和白色，这个调出颜色比较亮。它这个颜色调出来啊，它是比较亮的，然后比较透明。点的时候啊，我们水分呢稍微的多一点，稍微颜色多一点。我们先点前面的啊，点前面的，然后加水，调颜色淡一点，我们再染后面的。让那个远处的这桃树呢，颜色稍微的淡一点。可以稍微淡一点。那我们要画后面的树的时候啊，远处的树的时候，这颜色也特别淡，要根据这个墨色变化去上颜色啊。我们那个墨的颜色淡了，我们颜色也要随着墨色去变得淡一点。山石，我们调一种墨青色，一点花青啊，一点点的花青，加一点淡墨，我们调成一种墨青色。山石，山石的颜色。山石的颜色就用这个花青，调淡墨。
然后水田的位置啊，我们水田的位置。太青蓝，一点藤黄，这是太青蓝，藤黄，稍微的调一点，调成真绿的啊，就是说比较黄的一种，稍微发黄的一种绿色。稍微发黄的一种真绿色，要渲染呢，渲染那个水田的位置啊，也是先染近的这一块啊，近的这一部分，先染近的这一部分，要注意点前面的桃树。用这个真绿色，就是藤黄、太青蓝，我们轻轻的染一下这个水田的位置。我们可以边染边往那个颜色里边加水，让颜色变得淡一点。然后我们再染远处的，这样那个越染颜色越淡。我们远处的正好上远处的这个水田。我们这样要染湖面啊，湖面呢也是用这个啊，真绿、藤黄，等一下啊，藤黄，然后花青，加一点花青，稍微加一点花青啊，稍微的啊，加一点点的淡墨，调成墨绿色啊，这种墨绿色，我们去染那个湖面。
我们染那个水面的时候啊，要留出这个白光的位置啊，就是留白的位置，不要整个这个水面都涂上颜色，我们要留出光的位置。看着我们要打湿的话，哎，我们要这个染湖面，这颜色出来了，就是特别匀，然后过渡的特别自然，由深到浅，得过渡的特别自然。我们可以在靠近这个水田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再稍微加深一点。这样我们要把那个光的位置留到这个水面中间的位置啊。要花青，稍微加一点淡墨，稍微加一点淡墨。我们又把近处这个水面稍微的让它颜色再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。嗯，我们可以啊，在这个树枝的部分啊，树杈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调的这种绿色啊，草绿色，就是说藤黄和花青调的一种草绿色，我们点在这个树杈的位置啊，就是说代表了桃树上的绿叶，小的绿叶子，它对这个桃红啊有一个衬托。哎，衬托一下，就是感觉这个我们桃树上已经长了一些小嫩的叶子。
我们稍微这个水田的位置啊，我们稍微再分染一下，用这个藤黄调成一种绿色啊，调成一种绿色，稍微的加一点三绿。啊，调成这种绿色啊，藤黄、太青蓝，加一点点的三绿。我们再稍微的染一下这个水田的位置，这样呢，让这个水田的颜色呢更加饱满一点。哎，稍微的都加一点颜色，就是用这个，看到用这个藤黄、太青蓝，稍微的加一点三绿，调一种这种绿色啊。如果用这个藤黄和太青蓝加的颜色比较跳，得稍微加一点三绿，它的颜色就比较暖一点，然后也比较稳一点。我们远处的稍微的加一点水，清水进去，稍微的把那个上面的也渲染一下，加一下。我们这个稍微的赭石，我稍微加一点赭石，在这个水田靠近水的位置。淡墨，加一点赭石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染一点。我们这个房子这个窗户啊和门都是用这个赭石，用一个赭石，加点淡墨，稍微的渲染一下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这个山墙我们也稍微的轻轻的染一下。我们船呢也是啊，用这个赭石、淡墨，轻轻的渲染一下。轻轻的渲染一下。船帆呢，这个三个里边，我们可以用赭石，有个变化啊，有白的，然后有赭石的，哎，稍微的在船的位置，我们用赭石
稍微的渲染一下，可以有赭石的帆，有白的帆。倒影呢，我们那个船的倒影也是啊，用花青调一点大墨，调成墨青色，我们画这个船的倒影。用花青调大墨，顺着你刚才用淡墨画的倒影的位置，我们渲染一下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稍微的渲染一下倒影。我们这个前面的桃树呢，如果觉得颜色不够的话啊，我们可以等它稍微干了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点一点。我们要点第二遍颜色的时候啊，要注意比第一遍的曙红要稍微的多一点。我们第一次点的时候啊，这个白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我们第二遍的时候颜色稍微重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要曙红多一点，这白色稍微少一点。也是在刚才我们点那个桃红的位置，再复点一遍。这样呢，它颜色就多了一个层次。看我们调的时候啊，白的少一点，曙红多一点。还是点在我们原来第一遍颜色点的位置，这样呢，就是说这个颜色有了2个层次。看，就是下边一层浅的，上面一层稍微重一点的，这就多了一个颜色，多了一个层次。稍微的多了一个层次。稍微的啊，都比这个第一遍的颜色稍微的重一点。稍微的重一点。稍微的都重一点。还是在第一遍我们点的颜色的位置啊，稍微的我们重一点。也是根据我们第一遍的颜色的这个变化啊，也是后边也是稍微的比第一遍稍微重点，但不是这个会前面的那么重啊。稍微的重一点点就可以。稍微的重一点点。
远处的，这个也稍微点一点颜色。稍微的远处的我们也稍微的点一点。